2026年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经济崩溃、地缘军事挫败及领导层继承危机等多重因素叠加，陷入了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为严峻的生存危机。这场风暴的核心标志是2026年1月8日，当局实施的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互联网中断，一场被外界称为数字日食的极端行动。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技术故障，而是伊朗安全机构正式启动其先断网再开枪系统性镇压预案的关键信号。本分析报告旨在将此事件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失败模式的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一个威权政体在存亡之际被迫采取数字自残的终极手段，从而制造了一个经济崩溃与政治失信相互加速的致命反馈闭环。我们将解构此模式的技术执行、战略逻辑、反噬效应、民众反制措施及其对全球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深远启示。要理解伊朗当局为何采取不惜重创自身经济的极端断网措施，必须首先审视其所面临的系统性压力。本节将深入分析导致2026年大规模抗议爆发的深层经济与政治根源，论证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危机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到2026年初，伊朗的宏观经济已处于灾难性状态。里亚尔汇率在自由市场经历了崩盘式下跌，暴跌至1美元兑147万里亚尔的历史最低位。这一货币价值的蒸发直接点燃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官方公布的消费者物价通胀率高达 48.6%， 而与民众生存息息相关的食品通胀率更是维持在惊人的 75.4%。 为了填补因国际制裁回拨机制而枯竭的财政黑洞，政府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包括取消对大米、药品等基本商品的优惠汇率补贴，并引入阶梯式汽油定价系统。这些措施直接导致基层民众陷入了深度的生存危机，构成了抗议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在经济困境之上，两大政治因素进一步侵蚀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威慑力。首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健康状况恶化的传闻持续发酵，动摇了体制的稳定性。其次，2025年12日战争的军事失利感在国民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抗议活动最初由德黑兰大巴扎的商户因不满汇率波动而发起的罢工开启，但其性质迅速转变。在短短10余日内，示威活动蔓延至全国31个省份，抗议口号也从经济诉求演变为直接抨击最高领袖，并明确呼吁君主制复辟或建立民主共和国，标志着对现行体制的彻底否定。经济上的绝望与政治上的失信共同构成了引爆全国性动荡的完美风暴，并为安全机构启动其预设的镇压条令提供了必要条件。先断网，再开枪，不仅是抗议者总结的惨痛教训，更已内化为伊朗安全机构应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标准作业程序。2026年1月8日的断网行动，在规模、精度和执行力度上均达到了历史顶点。本节将解构此次数字日食行动的技术机制，并剖析其背后冷酷的战略逻辑闭环。伊朗当局此次实施网络关停，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协同性。其技术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层面。协议层面的先行隔离，当局并未采取简单的拔网线模式，而是首先在协议层面进行精准操纵。通过控制边界网关协议，伊朗的国家级电信管理机构同步撤回其 IP 地址空间，这使得伊朗的自治系统在国际互联网的路由地图上凭空蒸发。根据 Cloudflare 的数据，伊朗的 IPv6 地址空间宣告量在短时间内骤降了 98.5%， 这证明了行动的高度协同性、针对性、分阶段的压制。在1月8日全面切断之前，当局已在德黑兰大巴扎等敏感地点实施了数周的局部切断和带宽限制。这种策略旨在制造一种僵尸连接状态，用户的设备看似在线， VPN 也似乎成功连接，但实际上无法传输任何有效数据。其目的在于系统性的瓦解用户的反抗意志，制造挫败感。政府实施如此极端的断网行为，其背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构成了一个冷酷的逻辑闭环。一、切断协同动能。随着抗议活动进入白热化，流亡王储里萨帕拉维发出了在晚上8点举行全国集会的号召。断网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抗议者之间的实时调度与地点确认能力，瓦解其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行动的潜力。2、制造信息真空以屏蔽证据。断网的核心目标是为安全部队使用实弹进行血腥清场提供一个问责豁免期。通过阻止现场民众实时上传记录杀戮的视频，当局意图在事后掌控叙事权，并让国际社会和国内其他地区无法第一时间了解镇压的残酷程度。3、社会心理震慑。数字孤立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战武器，通过制造深度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当局旨在提高个体的反抗心理阈值。当一个人无法确认邻近街区是否仍在抗争时，其继续走上街头的勇气会显著下降。至此，伊朗当局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视角已完全军事化，互联网不再是公共服务，而是被视为需要管控的敌方领土。尽管数字铁幕在战术上为暴力清场创造了短暂的窗口期，但在战略层面，它正因其巨大的副作用而加速体制的衰败。本节将评估该策略递减的战术效能及其对本已脆弱的国家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与以往的抗议活动不同，2026年的民众展现出了更强的抗争韧性。调研数据显示，在1月8日断网后的24小时内，全国范围内仍发生了至少116场抗议活动。这表明，当民众的抗议动机从改善民生彻底转向政权更迭时，单纯切断通讯已无法有效消解其愤怒和行动意愿。抗议者通过预设集会点和定时集会等方式，在信息黑暗中继续保持了抗争的势头。断网行为对处于重症监护状态的伊朗经济造成了3个致命打击，无异于饮鸩止渴。1、金融系统瘫痪与银行挤兑。由于无法使用移动支付和在线银行服务，民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瞬间崩溃，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挤兑。伊朗最大的商业银行 Melli 银行因现金储备耗尽被迫停业。这一事件直接将部分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中间阶层和储蓄阶层推向了抗议阵营。2、数字生计的毁灭。伊朗政府近年来为绕过制裁而大力推动的数字经济，在断网中几乎归零。包括拥有900万每日用户的打车平台 Snap 在内的数字服务完全停摆。据估计，超过1000万伊朗人的生计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数字空间。这种经济自残正在从根本上解构国家的税收与就业基础。3、初创企业生态的崩塌。曾被视为国家骄傲的德黑兰科技中心，因断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投资。专业机构预测，伊朗科技行业在2026年将从预期的14%增长转为大幅衰退，导致大量技术人才流失。总而言之，断网行为在经济上造成的系统性损害已远远超过其为镇压换取的短暂战术收益。面对国家级的数字封锁，伊朗民众并未束手就擒，而是展现了惊人的技术适应能力和深厚的民间智慧。他们利用全球技术红利和本土社会网络，发展出多种刺破铁幕的手段。在技术层面，伊朗民众使用了多种核心反制手段来维持内外通讯。星链的生命线作用。尽管面临严酷禁令，星链终端在伊朗的部署规模在2026年初达到了新高。在许多地区，尤其是政府高频干扰器影响较弱的省份和乡村，星链成为抗议者将现场视频资料传递给外界的唯一可靠窗口，扮演了生命线的角色。离线网格与去中心化通讯。在完全断网的环境下，青年抗议者广泛采用基于蓝牙和 Wi-Fi Direct 技术的点对点应用。这些应用无需接入互联网，即可在示威现场形成小范围的加密通信网络，用于战术指挥和信息同步。离线经济与价值流转。技术人员开发了名为 Darkware 的工具，
利用长程无线电技术在离线状态下广播比特币交易数据。这种对加密货币的创新应用旨在维持不受国家控制的价值流动，为持续抗争提供底层经济支持，将数字抵抗从信息层面拓展到了经济层面。专业技术越狱，部分具备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发现了政府为高层和关键部门预留的白名单带宽，他们通过隧道协议等技术手段伪装网络流量，成功利用这些受限的出口进行隐蔽通讯，实现了小规模但高质量的越狱。然而，真正的破解力量不仅在于高科技工具，更在于伊朗社会长期形成的信息韧性。面对官方的虚假宣传，伊朗社会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人工验证系统。在网络中断时，民众会通过紧密的家族网络和尚未完全切断的固定电话进行口耳相传，并交叉核实信息。这种基于强社会链接的信任网络，有效抵御了政府的认知战，维持了社会层面的基本事实共识。通过技术工具与社会网络的有机结合，伊朗民众构建了一个复合型的抵抗网络，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级数字封锁的绝对效力。伊朗的困境为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数字治理、国家安全防御及社会韧性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案例。将分析从伊朗的具体案例提升到全球战略层面，我们可以提炼出以下核心战略启示：现代国家的现代化陷阱。伊朗的案例揭示了一个威权国家数据化的核心悖论。为求生存而推动的技术现代化，最终会创造出颠覆其统治的工具。当矛盾激化时，政权最终被迫退回至物理切断这种自残式的原始手段。这警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与社会韧性的同步构建相伴而行，否则国家将陷入依赖极端手段维持稳定的现代化陷阱。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毁性设计。伊朗全国性的银行挤兑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它强调了金融、医疗等关键基础设施在面临数字断路的极端情况下，维持基本生存机能的重要性。未来的国家安全设计必须考虑去中心化运营能力，例如确保离线支付、本地诊疗信息访问等功能在网络中断时仍能正常运作，以防止社会秩序的瞬间崩溃。信息主权的演变，从物理边界到协议边界。伊朗对 BGP 协议的精准操纵，标志着网络空间主权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未来的数字防御战场已从简单的物理断开，转向了复杂的路由战和协议重构。对于任何致力于维护自身数字主权的国家而言，掌握从芯片到协议，从操作系统到全球路由宣告的全站自主能力，已成为防止在极端局势下被彻底静默的核心战略资产。认知抗争与社会共识的保护。断网的本质是对公民的认知剥夺，意图制造孤立和恐惧。伊朗民众通过强社会链接抵御认知战的实践表明，维护社会基本共识的连贯性比单纯增加带宽更为重要。一个高度数据化的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扎根于物理社区、邻里组织和可靠媒体的复合型信息分发网络，以防范社会心理因数字孤立而崩溃。截至2026年1月10日，伊朗局势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僵持状态。一方面，政府通过数字日食这一极端手段，确实为暴力镇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另一方面，其管控成本也因全国性的经济失血、部分安全力量的动摇以及持续的内外压力而趋于极限。基于当前分析，未来局势的演化可能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一、走向更彻底的军事化管理，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全面接管社会控制，将伊朗推向一种长期的与世隔绝的数字北韩化状态，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换取政权的苟延残喘。二、体制结构性坍塌，由于经济失血过多，无法再维持庞大的镇压机器，基层安保力量可能在长期抗争中士气耗尽乃至瓦解，最终导致体制发生结构性坍塌。从国际视角看，伊朗的案例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在一个数据化依赖度已达临界点的时代，数字权利即生存权。如何构建不被威权政府轻易切断的全球信息公共体，
将成为未来10年数字人权与地缘战略交锋的核心战场。一个社会的真正稳定，最终不取决于其对信息的绝对控制能力，而取决于系统在面临连接中断时，仍能维持社会共识与基本运行的底层韧性。